黄明县的一座大山悬崖上，竟建有一座令人称奇的寺庙。这座寺庙就坐落在垂直数百米的绝壁之上，犹如悬挂在空中一般。据资料记载，寺庙名为西竹寺，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，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远远望去，整座建筑巧妙地悬跳在陡峭崖壁之间，几乎以峭壁垂直而立，令人叹为观止。这里山势挺拔，地势险要，站在底下仰望，那种震撼与惊险扑面而来，真是让人难以想象这座房子到底是怎么建上去的呢？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贵州黄明县的大山里面，在我身后的悬崖绝壁上呢，建有一座非常神秘的房子。这座房子建在几百米的悬崖上，大家看，就是那里。从这里看过去呢，房子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仿佛悬空而建，给人一种非常壮观和神秘的感觉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这座山的半山腰，在这个底下呢有一个村子，我们就是把车子停在村里面，然后爬上来的，大概花了40分钟左右。现在我们还需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到达房子那里。现在我们出发。其实今天是我们第2次来了，今天我特地带了我的好朋友婷婷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她是第1次来，不知道这里。之前婷婷刷到我们这个视频之后，她一直在为我耳边念叨，一直想来。今天她终于来了。今天我们特地带了道具，准备拍一组古风的。这个是箫，我带的是宝剑。今天大家可要一饱眼福了。如果大家想来的话，可以直接导航浪洞镇。这个地方呢，就在浪洞镇的附近。这个地方叫做西竹寺，当地人叫做浪洞岩。其实大家来的话，一问当地人，他们都是知道的。这地方真的是绝了，特别适合拍那种古装、拍汉服。大家如果说来的话，可以带那种仙气飘飘的衣服，或者是像我们一样带一套汉服。这条路是越走越窄了，你们看这里有一根电线。这个电线应该是拉到那个寺庙里面的，上面可能它是通电的。现在我们进行爬山了，你们看这一段路特别的窄。走到这边呢，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山脚下有一口水井。哇，还有水，不过它这个水源比较小。它这个外面是用这个水泥做的，还做了一个盖板，这个是用来防尘的。我们继续往前面走。由于昨天下雨的缘故，这地上还是湿的，走起来还是比较滑的。走到这个崖壁这里呢，就证明我们已经离房子不远了。你们看这底下还放着几个大石头，刚好我也走累了，可以坐上面休息一下。这里也可以乘凉，可以遮风挡雨。你们看这个电线，它是一直顺着这条路，一直拉到了那个寺庙那里。我们休息的差不多了，现在我们继续出发。哇，你们看，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？野生的木耳。第一次见到这种野生的木耳。你们看这种野生的，很多人都没有见过野生的吧？
我第一次见这个黑木耳的时候，还是那种菌包生长的，这种野生的一定非常大补。看我才摘了一会儿就摘到这么多木耳，那树上还有，我摘不到了。我回家问一下大人怎么吃这个东西。这里有一间小庙，是用这种石头垒砌的，但我没有认出里面供奉的是哪位。你们看，他手里拿着一个日月，还有拿着2个珠子，应该是什么法器吧？你注意看，他这位人物他是有6只手的，还有3张面，他的坐骑应该是一只老虎或者是一只豹子。你们有认识的吗？这边有一块文保碑，上面写着西竹寺。这座寺庙呢叫做西竹寺，它是属于黄平的。看到这块文保碑之后呢，就证明我们离这个寺庙不远了。看这里，这里呢就是寺庙的山门了。在山门的外面有一块碑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上面的字迹看得还是非常的清楚的，只不过它长期处在一个阴凉的地方，它上面长满了青苔，上面全是雕刻的一些人的名字。这块应该是一块功德碑。从这个字迹风化痕迹来看的话，一看就是近代的。看这个山门。做工真的是非常的厚重，而且呢有2道门。你们看，从这个风化痕迹来看的话，这块应该是最开始才建的，后面这个山门呢应该是后面扩建的。在这外面还有2扇门，还是能动的，不过这块已经坏了已经。你们看，在这个山门两边各有一个凹槽。它这个凹槽的作用呢，是为了固定这个门的，固定门的一个凹槽。这边也有一个，你看，这边也有。我感觉它以前应该是不止1扇门，而且是有2扇门的，2重保护。这里还有1扇门，这块门应该是以前的，你看都腐朽了，一掰就坏了。哇，你们看，这里垒砌的这么厚重的一堵墙，全是用这种青石、巨石垒砌而成的，它没有用一点的钢筋混凝土，全是靠那个一点粘合料都没有，就这么直接垒上去的，真的太佩服古人了，在任何什么东西都不好的情况下，都还能立得这么稳固。这里还有一个小庙，里面供奉着3位神像。你们有没有认出他们是哪位神像或者是哪位佛像呢？它这个是用木头雕的。如果说换做那种大寺庙的话，我还能认清一些。像这种民间，他们这些所有的那些神像都是出自民间之手，所以很难认出的。
们终于到了，这里呢就是西竹寺的主庙了。我们先到主庙里面去看一下。这座主庙呢，它是建立在一个巨石上面的，可能我们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，航拍就能看到。你们看，它这个主庙的地基好高呀，大概有2-3米。在这个旁边还立着很多碑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些碑都看着好新啊，字迹还是比较清楚的。公元2000年，比较新。看这一块，功德无量，中华人民共和国54年多少月历？这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54年6月历，公元1999。看这里，看这边，公元2002年，这些都是近代的，没有多少年。好像最老的就是那个1999年的，那块老一点。不过这些都是那些功德碑，上面刻写的一些人的名字。看这边有一个超大的院子，这个院子好大呀！而且呢，在这个旁边还长满了一棵参天大树，刚好把这个阳光给遮住了，所以我们走在这里是非常凉爽的。坐在这里乘凉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这里一块也是一块碑，石碑，当成一块桌子了。这边还有公元20什么年。这块风化的比较严重。在这个悬崖边边上有一口锅，锅里面全是灰，应该是燃烧那些香和纸遗留下来的。这里还有一个火盆，哇，你们看，它这里是紧贴着悬崖绝壁的，不过还好有这些树木的遮挡，看着不是那么危险。这里是一个大水缸，只不过这里面空荡荡的，没有水。它这个水应该是靠人工挑上来的。你们看底下，它那个缸底还有字迹，下面应该是一块石碑，不过这个字迹看不清楚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房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从这个门缝里面可以看到。里面有一个灶台，还有一些生活用具，还有一个水桶。这里是一个厨房，这个厨房看着很久没有使用了，好多灰呀。这里还有一个房间，这个门是开着的，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这个门是关着的。这里面好多床呀。1、2、3、4，有4张床。它这上面应该是以前有僧人居住的。你们看，这个被子它是悬挂在这个房梁上的，应该是防止那些老鼠做窝。还有一些凳子、桌子，还有扫把。我们到庙里面去看一下。这里修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石梯，看这里有一个石碑，上面写着“大清道光25年”，我算了一下，大概有180年左右。这个石碑，这个主庙它的门也是开着的，这里面供奉着很多神像和佛像，你们看。从这些做工来看的话，一看就是出自民间之手。
它这个神像都是用那种木头雕刻的，然后后面镀了金身。据资料显示，这座殿呢叫做玉皇殿，它是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的，以前的被毁了。这里面供奉的应该有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，中间这2位应该就是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了，其余的这些我不太认识。这座殿还是挺大的，里面放满了很多凳子和桌子。这个殿呢，整体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现在前往悬崖房子，要从这边绕过去。那边那个小房子是一个厕所。这棵大树应该枯萎了，已经。看这个地里面，还种的有植物。这个不知道是南瓜还是冬瓜，因为它们小时候的幼苗都长得一样，我分不清楚。这边这一段呢，是整个路程中最艰险的一段了。如果说你想要到达房子那里，那么就必须要爬上这里才能到达。你们看，它这条路是开凿在悬崖绝壁上面的，需要我们手脚并用，然后靠这个铁链一点一点的爬上去。你们看，它这个垂直落差非常的大，我感觉将近90度了，完全是一个笔直而上的。它这个阶梯也是非常的窄的，你们看我鞋子只能这样斜着走。我都不敢松开这个铁链。你们看这里有多窄，我感觉如果说稍微胖一点的话，这里是完全过不了的。像我的话都要侧着身走。这里的垂直落差非常大，这条路是古人开凿出来的。攀爬起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，感觉特别吃力。终于爬上来了，哇！从这里上来好难呀。上面有个牌，上面刻着明心信，这个一看就有年代感了。你们看，它这些纹理都风化的很严重了。看这边面上还刻的有花纹。这里有一个门，它是没有上锁的。从这里走过去就是悬崖房子了。这上面的阳光，你们看，非常的充足。我感觉这上面窄的地方又非常的窄，宽的地方呢，它是比较宽的。这上面还有微风吹过，可能是因为这上面海拔比较高吧。你们看，在这边非常的凉快。看这里还有灯，不过这个灯已经坏了。这个店应该是没有的吧？感觉它这个电闸应该关了。看这里有个石臼，应该是用来锤东西的，就是像那些谷物坊里面用一个
锤子把它捣碎。在这个石壁上还刻了有字，是一个石碑。上面什么年9月，好多字迹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是你可以看出它上面是一些人的名字，应该是一块功德碑。这里还有一块。2008年，这个比较早。你们看这里，在这个悬崖边缘上堆了有很多石头，它这个应该是人为的，可能是上面经常有人来玩吧。我感觉这个挺危险的，如果说风稍微大一点的话，就把这个石头刮下去了。哇，你们看，在这个崖壁上还在滴水，你们看这个形状，是不是像一朵大蘑菇，像一个天然的一个伞？你们看，上次来的时候可能是夏天吧，那个水源不是很充足。这几天应该是因为下过雨的缘故，这上面崖壁上渗水下来了。你们看这个水还是比较清澈的，这里还有。你们看这个是人为修的一个大水缸，应该是一个蓄水池吧。我感觉这个也应该也是古人修的，你们看它是用这种巨石给垒砌的，然后后面的人们加了一点水泥做硬化。不知道是谁放的一个桶和盆子。看这上面还有2位大哥，他们是刚才来的。这上面玩的人还是比较多的，注意安全。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里的时候，就联想到那个仙侠剧里面的场景，就好像是这个地方不存在地球，好像是只存在于仙境。你们看这里看着特别的惊险，它这边这一段是人工搭起来的，如果说放在以前，它这里绝对是没有路的。你们看可以看到，它是用石板和巨石垒砌起来的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天哪！从这里看下去真的是非常的惊险。你们看，它这里是完全是没有树木遮挡的，完全是一个绝壁。这个绝壁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用刀劈出来一样，特别的平整。因为没有树木的遮挡，所以你站在上面真的感觉特别的吓人。这里就是悬崖房子了。之前我们来的时候，这门上还贴着4大皆空，这些字都风化的很严重了，都碎掉了，有的都被风吹落了。它这个门是没有上锁的，我们可以走进去。据资料显示，这个殿呢叫做观音殿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面供奉的有很多佛像。这边是送子观音，然后这边拿着玉净瓶的应该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这边这位他底座也是一个莲花，应该也是佛教的，但是我没有认出是哪位。看这边，这边这位应该是释迦牟尼，这边这位应该是阿弥陀佛，这边这位应该是燃灯古佛。你们看，他身上有很多这个灯碗。这边这一尊就比较大了，你们看这么高，
大概在4、5米吧。这位应该是观世音菩萨。这位呢，它的底下也是一个莲花，我也没认出它是哪位。这边这位也是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巧妙的利用了这里的地势，你们看，它这个崖壁和这个屋顶是刚好严丝合缝的修建在了一起，可以看到这个凸起的岩石。你们看，它这个房子是一个木质结构，看这个屋顶采用的是穿斗式榫卯结构。这扇窗户是打开的，哇，这个阳光刚好，因为现在是下午，这个阳光不是很晒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外面，它这个房子的墙壁刚好和这个崖壁它是在一条平行线上的。这个设计不得不说真的是非常的巧妙。我在想当时这个房子是怎么建上来的哟？太厉害了，我在这里都感觉到恐惧。我们再到房子的另外一边去看一下。在我的正对面就是浪洞镇了，因为它这里的位置比较高，所以可以俯瞰底下的整个村庄。你们看，它这个夕阳照射在那个田里。田里像变成了一个镜子一样，反而变成了一个像反光镜一样，把这个阳光照射过来，我都感觉有点刺眼。你们看，四周青山环绕，还有一些梯田，还有村庄，在山水的映衬下，上面的村庄像一幅画一样。我们再往这边去看一下，之前我们还没有去过那边。上次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，还以为走不过去了。今天呢，我才发现这里有一个门。哇，你们看这里好窄呀！旁边呢就是绝壁，我感觉这里都不足1米。这里有一尊神像，好像是一个和尚。这里还有护栏。有护栏证明这里是可以过去的。我发现这边挺宽的，你们看。这里还供奉着很多神像，你们看，这位手里拿着一个拐杖，那位手里拿着一个扇子，看这里也还在滴水，这里还放了一个盆子，这上面都没有人，为什么他这里要放一个盆子接水呢？你们看，这里还有2位。那位呢，身上背了一把剑。这位呢，手里拿着一个板。你们看这边也还有4位。这位手里拿着一个笛子。这位呢，2只手比着一个兰花指。这位手里拿着一个花篮。这位呢，手里不知道拿的是什么法器。我从他们手里面各自拿的物品以及他们的塑像来看的话，我感觉特别像那个《八仙过海》里面的8位神仙，
然后刚好又是8个，你们觉得像不像？走到这里呢，就好像走不过去了。你们看，这里完全是这种断头路了。这一次真的是走到底了，你们看，这里完全是过不去了。没想到在这边还有这么多神像。现在我们往回走。据资料显示呢，这座寺庙呢，它是始建于清朝的嘉靖年间，也就是1808年，到现在的话已经有200多年了。以前呢，因为历史的原因啊，多次被毁。在道光和光绪年的时候，经过僧人和一些信士的多次换颜重建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座寺庙呢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，然后重新修建的。现在是傍晚的时间，你们看这个夕阳非常的美。这边感觉随便一拍都能拍出大片的即视感。今天我是特地在这里等着这个夕阳的，你们看这个夕阳好美呀！不过有点可惜，这个夕阳就像烟花一样，转瞬即逝，就那么一瞬间就没有了。你们看它这个房子和这个绝壁，它是在一条线上的，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是怎么修建的。当时修建的它的人肯定不恐高，要是恐高的话，肯定修建不了。你们看这个太阳，一瞬间就下去了。现在我们得赶紧下山，等一下天黑了我们就看不见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